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这就是今天要选的4张牌哈，1、2、3、4，好，第一张是圣杯皇后，圣杯皇后，如果你需要看清楚的话，你可以随时按下暂停哈，这是圣杯皇后哈，来，第二是权杖2，权杖2，好。第3张是宝剑皇后，第4张是宝剑8。好，今天的题目是我要怎么找到它？来，这4张呢，你可以从它的颜色，或是它的眼神，或是它的构图各方面，记得选那个你眼睛目光最难移走的那一张，它一直吸引你的那一张，表示它跟你的共振比较强哦。如果你张开眼睛很难选的话，你记得可以使用闭上眼睛，就闭上眼睛，你大概都看了一遍之后，然后眼睛闭起来，你会发现它的图像会在你的脑海里眼前会浮现，你会发现有一个浮现的特别快，或是最先浮现那个可能就是共振跟你比较强的，记得你可以就选它，然后开始。那如果内容呢跟你不太符合，你可以试看看选择别张的。但有的时候当下跟你不符合，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心境跟你所想的那个人不符合，但不代表牌面上所讲的事情不会在未来的时间里或不同的情况里发生了。你也可以都先听完看看，把这个记忆跟里面的语言跟讯息都先留在心底就可以了。然后期待一下也 OK， 就这样啊。那么我们应该都选完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来，我们从1号开始。今天的题目是我要在哪里找到它，我会在哪里遇见它，差不多是这个范围。依照惯例，我先看看你们两个的能量连接如何了，然后大概可以帮你看一下说你们两个的距离现在多远，来，或是这个能量的发展是不是比较顺的。好，目前看起来你跟它的能量的连接，还在个起点呢，还在个起点。也就是说，我这边看到的是说，它现在距离你其实离你还有点远了。不过这个人会蛮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样子哦。如果你现在心里没有很确定说他是什么样子，或你期待你说是你想要期待什么样子的人，你现在可以试着思考一下了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子的外表或什么的住在哪里，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现在好像蛮接近，因为星星牌出现了嘛它有一个暗示就是说，除了它可能有点远啦，另外一个暗示是说现在能够跟宇宙显化你的需求跟你的意念意志的连接比较强。我是觉得你只要更多的一些具体的想象啦，在你脑海里具体的去思考，具体的去想一下那个人的样子或什么的，我觉得他这个显化的能量会比较强或是你可以走到像是吸引力法则的那一种概念上来说的话，整个意志上还是需要你自己的脑海里，你想要什么样子的人，这件事蛮重要的了它会凝聚一个力量跟凝聚一个方向感，所以凝聚一个方向感所以才会常常说，就是你跟宇宙下订单你跟你的高我去讲一些聊天，跟他讲一下你的欲求这方面的他的执行力跟实践的凝聚力和各方面，我是觉得都会比较强啦然后偏偏选到1号的朋友目前好像宇宙在给你这一个力量或什么的因为今天这个星星牌翻出来的那个讯号感，我是觉得比较强一点，所以你可以试着闭上双眼，好好的想一下你到底需要什么样子的人
总之来说，哈，就是说你这边的能量跟远方的某个人，或是某个远方的某一区的能量，或是某一个跟这个能量很接近的人，哈，有连接到。就是说，我们把它顺序讲，就是说，你的人所要连接的一个能量，哈，大概已经有点确定，哈，有方向感，确定是要给你什么样子能量的人，但是这个能量还没有选到那个人。我目前看到是还没有选到是谁，好，要来，就是说这个能量还没有去选谁来诠释这个能量，来跟你做一个能量上的对齐，能量上的连接，所以我才说你个人的现在你心里去想一下，你大概所想要的那个人的样子，具体的什么什么各方面的条件，你大概思维一下哈，给宇宙一些方向感，好，这个显化的机会跟能量会比较强一点了。来，好，再来看一下，好，再翻一下。我翻这个是我脑子里在想的是说，就是我对于正在翻的这个时候，我的提问有一两个，一个就是说，这个人哦，就是这个能量的这个人，也许已经选到人了，有可能哦。我现在就在想说，这个人如果有这个人，他已经知道他想要谁了吗？就是他已经看到你了吗？或是他已经在走来你这个的路上了吗？哦，我在想的是这个哈。目前确实还是有点远哦，有点远。然后他想找的是一个能够跟他一起生活的人了。哦，他好像才刚刚经历了蛮难的事情哈，他的人生好像有一些巨变，他才刚挑战完，才刚转换完哈。就是说，他人生里面比较辛苦的某一个阶段，他刚刚已经结束了，然后他得到了蛮多的收获的。他在其中有感受到，他想要找一个人好好的安定下来。他才刚开始有这个思维，没有特别久，才刚开始。所以等一下哈，我看一下这个好了，我看就提到出现了一个问题。哦，我刚刚脑袋里出现的问题是，你会在你在他在走来的这个路上吗？就是他在这个路上往你这边走的时候，你会遇到他吗？然后翻出来的是圣杯八号，是啦，他现在正走在一个全新的路上，然后你就在哪一条路上了？哦，因为他这个还蛮吻合的，不过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几率，就是他其实也没有很确定他要找到什么样子的人、能量或什么。他现在内在比较多的是，他知道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然后他在正要跨越一个全新，他已经进了啦，他已经进了一个新的领域里去了，他其实已经进了，然后他心态上已经准备好再从零开始往前走哦。不过他这样子走来的，我觉得他蛮确定他要走到什么方向，可是他还没有确定他在这条路上或是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他想要获得什么。目前最多只能看到他想要一个安稳、安定的心态上，生活上要一个比较安定的。他不要很浮华，他可以喜欢平凡一点的。OK， 哦，你在这个路上的话，好，目前看到确实是有连接到哈。不过我再提醒一次哈，虽然我一直在讲说这个人，但他很多时候他是在诠释一个能量哈，有这样子特色的能量哈，这样子性质的能量，但是用拟人化的方式来讲人话，或你们会比较好理解。好，我再提醒一下，他就是这个能量可能还没有去具体的显化出是谁，但是无论显化谁，它都会符合这个能量的结构跟性质了哈。好。目前是这样，好，来我帮你抓一下时间哈。
时间的话，通常都是用这个了。这个显化还会需要多久？因为现在看起来是有点远啦，我没有看到那个很紧密跟很迫切的讯号。简币式哈，简单来说，以时间感来说，财道4的话，其实走得很慢啦，走得很慢。近期应该是没有，你还不会遇到它了，近期还不会遇到它了哈。虽然今天的题目是说你要怎么找到它哈，但其实我最多的还是在帮你预测一下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人哈。不过既然它这其实离你还蛮远的哈，来我再帮你看一下哈。我大概帮你看一下会有什么样子的场合或情况能遇到它了哈。用这个，用这个好了，帮你看一下哈。虽然说它没有那么快了哈，近期啊，我只能说近期可能还不会遇到它，但是我再看一下，大概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子的处境哈，或是什么环境哈，会帮你遇到它。咦，我刚刚突然浮现了很多小孩的地方，这个很难诠释，觉得很多，很多家庭聚会的地方。有蛮多小孩的，因为他这个讯号很明显的，他这个时候不一定，他出现的时候是有一种隐藏的人物或什么。那今天这个讯号是告诉我说很多小孩的地方哈，而且他这里还有告诉我他很多父母的地方或什么的哈，有点像是同学会，有点像是同学会。但是同学会又都是认识的人，应该不太会认识新的人哈。也有一点像是你去参加一些认识的人会带他们的小孩来的一些聚会哈，然后其中会有一些新的朋友或什么的会带哥哥弟弟或什么的。我觉得他这一个讯号哈，他在一个很边边角角的，就是说他会在一个蛮不可能会有认识新朋友的环境里，你会认识到这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一个他不会出现的场合，就像我刚刚讲的，比如说同学会，同学会都会是同学嘛，哈，然后他出现的方式可能是不知道他是谁的哥哥、弟弟、姐姐或妹妹，为了帮助你的同学或什么来照顾小孩的时候，他会出现。就是我刚讲就是只是打个比方，然后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哈。我帮你捕捉一下其中的元素哈。我有听，觉得很多小孩很燥的小孩子声音，蛮多小孩的。然后也有一个父母的讯号，有一个父母的讯号。但是我刚刚就突然觉得，我刚冷静了一下，突然觉得它不一定是一个同学会的聚会，它也有可能是你去咖啡厅的时候，那天会有小孩，有父母哈。然后都会带小孩，可能它就会是一个时间点的讯号，就是它可能是周末或假日。还有刚刚又想到了，它有点是公园，就是有些公园有些地方可能是假日的时候专门带小朋友去玩的，然后父母在附近坐着看，所以它有可能会是保姆或是什么其他的角色，后带小孩去，能带小孩出去玩的角色很多啦哈，很多。好，我看到目前感觉到你会遇到的人的情况是这个，可是它这个亮点在我的脑海里出现的非常非常的小，就是说我感受到大概20-30个人，打个比方了，20-30个人里面才有他才能在这夹缝里面出现一个这样子，或10个里面他才
我觉得10个不够，就10几个人里面他才会出现一个这样子。所以你遇到的这个人，大概就是他需要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哈。但是记得我刚给的一个讯号，他可能就是会有很多孩子，会很多孩子。好，我再帮你翻一下，这是第一个讯号，我还可能再帮你翻看有没有别的讯号。这个我已经翻完了，我再翻一个别的哈。比较让我比较能够有多一点讯，这个好了。看一下哈。Generation 力量这个讯号不够强哦。还是一样又是一个一样还是孩子的讯号蛮多的。孩子上也有一些宠物宠物或什么，但是孩子的讯号比较多了，因为它有一点点，就是小孩跟宠物、动物、狗狗出去在户外啦，讲简单就是说，你不会在室内，然后在外面。现在它比较讯号比较走向在外面，然后外面小孩。动物在交换，但是小孩的能量比较多，就是我感觉到狗狗的时候，它会换回去孩子，所以它也有可能会有那种场合，就是有动物或宠物，有一点点是宠物的讯号所以它也有可能是它有可能是户外遛狗啊，或是什么，但不会猫咪比较很少在户外，但是它这里又连续出现了，可能有一些什么。宠物友善餐厅啊，或是可以玩猫咪的一些餐厅，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反正它这个走向就是孩子宠物这个那种就它有一个别的声音别的声音。大概讯号是这样。好，你会在这些地方，你可能会遇到它不过时间上近期真的。没那么高啦，我再帮你抓一个时间点，我再帮你抓一个时间点，看看刚刚说近期没有的话，那半年的话，半年，半年是也还没有。SSS 我觉得它还在变了。我觉得最快，我觉得半年它真的没有，它就是要半年以后，对啊，半年以后还没2次了半年以后它没有，反正它没有一个在循环，没有再加减减。半年以后，就是你现在看了牌之后，大概5、6个月之后，它整个能量才会慢慢走近它才会慢慢出现在你面前。好。这可能我会帮你找到了一个恋爱的支线可能会发生但是我必须说它还是有一个，就是你会遇到一个这个人啦，然后他其实相对还蛮好的，还不错，可是就是好的能量近期你的内在的一个意志上，跟你所渴望的样子，外在条件就是比较片面的那种条件，你可以思考一下但我希望你可以更往一些。内在啊、心理、人格这方面去思考，你想要什么样子的人他这个精神力的显化会比较精准一点。好，那今天选择1号的朋友大概就捕捉到这里了来，谢谢你来听祝福你来，接下来是选择2号的朋友那今天的题目是：我会在哪里找到他？我会在哪里遇到他？这个题目来，我先来帮你看一下2个的能量强弱问题，或是可以捕捉一下他离你近了没是这一张好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一些距离了但是我有一点不确定离多近。好，我是觉得
他已经起步走到你这里来了，然后他已经走到了大概3、4成的位置了。我觉得他走到已经3、4成的位置，然后停下来了。他停下来了，他停下来去，他这个走他不是说看到你往你这边走了，而是说他的人生在慢慢的走，他在有一个有方向感的生活下去，或是也有可能他在计划某一个旅行，然后已经计划到了一半了，30%、40%，然后他会在那个旅行里面遇到你，也有这种走他现在停下来了，我觉得他现在停下来是因为他有一些事情要做，那这个学校他就有一些事情要做，然后他可能遇到了某些困难他现在往你这边走来，目前是停滞的，但是他正在解决中，他正在处理中，处理完之后他还会继续往前走，反正他已经走到30-40%的一个位置了。好，你再等一下不过有讯号，我有感觉到他可能会转一下方向，他转一下方向可能会绕远路了，时间可能再拖一下不过能量上确实是还是有在往你这边走这边我再提醒一下每次看牌我都会再提醒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捕捉的不一定是一个特定的人，他是在捕捉一个能量然后这个能量会去显化给你哪一个人还不确定那这一种条件上呢，会比较需要你平常心里有一个欲求啦。虽然这个蛮肤浅的好像说你已经设了条件，希望遇到什么，但没有，你就给宇宙一些讯号了，然后给他们一些，就像显化需要下一些订单嘛然后你可以跟你的高我聊天，帮你解决一下一些困难，然后帮你清除一下你可以试着在冥想的时候多去思考一下，你其实想要什么样子的人当然，你遇到的时候不一定会如你预期啦，或是你可能会喜欢一个你从来没想过，但是多给一些线索这个路可能会走得比较顺。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预测到的这个能量它虽然还没有具体显化是什么样子的人，但是至少多一点线索比较好捕捉了现在只能说这个能量符合这个能量的人正在走来这里，然后就像刚刚说的，可他现在是停止了，有些事情在处理，有些宇宙有些困难在他那里他可能要处理一下。目前看起来是5这个就是这一个让我觉得他停下，这2张然后帮你看一下这2个大概要停多久，然后是多久后你们大概捕捉一下，大概要多久遇到了这个好了，先抓一下通常都是先抓半年加减减看有没有机会还没啦，半年是没有，还要再等了那他这一段时间，半年内可能没有那么。还没那么大，还没到因为它是整个能量还在转还在转，跟这个都在符合，就是说它整个能量，它现在有个事情在处理了，还在转还在处理，它要重新回归洗牌完之后才会再出发那这个事情，都是一些时间点，就是现在要处理，然后时间它就是你看它这个10嘛，它10完就是要接1嘛。我刚刚才说它还在处理，然后它要再重来嘛。然后我又去问他说，那这个大概要弄多久？他这边又给1，就是说，要弄完，大家弄完，然后他这个命运就是这边告诉你说，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时间要弄完，他要弄完后，他很多事情他还在弄完，还在整理之后，他才回归来在1的地方再重新来了所以这个东西要多久不太知道，可他确实是停顿在这里了。他确实是停顿在这里。然后这个是也是在行走的牌，那这个行走的牌我就觉得它是慢的啦，它虽然说是战车牌，可是它并不是一个用来打仗的或是快速的移动的那种战车牌，它就是慢慢往前行的，然后是有方向感的往前行，舒适的往前行的一个牌面然后愚人牌也是一个起步，也是一个从头开始的起步啦，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它这条路是已经展开了，可是它就是因为它就只有权杖4，它就只有权杖4，整个故事就走到权杖4所以我才觉得它才走了一些，但是停下来了你要再等一下。来，
再来，我们刚刚你看一下空间上会在什么地方遇到它？空间上的话，什么样的情况啦？什么样的环境，帮你感觉一下。总觉得好像需要我这边看到的是讯号被封锁住了耶，是混乱的，没有很明确的位置。我现在脑海里画面是一直在那边缓的，然后应该要在哪里遇到它？我是觉得这个答案被封锁住了，没有要告诉你要在哪里遇到它。或是还没决定，还没有决定，还没有挑到适合的。因为有的时候一翻就会有一个样子出来，可这个没有。目前这3张是没有，所以我这3张我看不出来应该要在哪里遇到，或是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情境里。以空间上来说，我没有捕捉到。我再换别张牌捕捉好了。可能这个牌的能量，这个我没有收到，换另外一个。战车牌又出来了，又是钱币。为什么我嗅到的是跟一些你有领取财物的时机点左右的时候，会为什么看到的是银行呢？因为它这边有一个讯号是说，你必须要去获得你的财物的一个情境里，你会遇到这一个人，看起来这个人是个陌生人，他就是一个，因为前面都要有一个独立性，他就是没有其他人。这边一直看到你遇到他的时候，旁边是没有其他人，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一些奇怪的人。然后你遇到他的时候，会是一种1对1的面对的。然后那个物质、金钱的能量很强，金钱能量很强，而且是一种获得，它是一种，我先讲出来，我感觉到的获得金钱的一个情况的讯号得到的，第一个是领薪水，第二个是去领取你银行的钱，第二是你投资的时候会获得一些钱，第三是有可能你中奖，这些领取钱的时候，你会很有可能开启跟他遇到的那一个邂逅的机会，就那个能量就突然打开了，就是原本他在这边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他好像没办法走来。可是它有一个强迫性，还有一个奇异点，就是在于金钱获得的时候，突然你们这边有一条线或什么，你们就打通了，就突然有一个两边的门都打开了，一个契机点会发生。我现在看到了，我就很努力帮你感受一下是哪一个破口让你们的路突然通了起来。现在有这个跟钱有关，很特别啦，我很少会有这个讯号。因为对我来说，我感觉土能量的能力比较弱，我感觉土能量的能力比较弱，所以有时候比较强的土能量的讯号的时候，我就会立刻说出来。所以我刚刚感觉到就是跟你获得金钱或是获得物质，但是我能感受到的物质就是金钱的一个场合里，或是你在处理有关金钱的场合里的时候，这个人会出现，会遇到，你可以感受一下他附近会遇到来，我再帮你针对一下这2张牌啊，针对一下这2张牌来翻啊，来看看它后面跟对这2张牌来翻的话，我希望牌直接给我诠释一下更具体的啦，更具体的画面啦，更具体的，
我直接讲我第一个反应哈，我看到的是甚至是退费，退费，不知道你缴了什么钱，然后有获得一个退费哈，但是这个钱有可能是不知道他这个真的是一个退费，缴税吗？还是还有我看到还有一个更细的，我直接讲了，我没有特别选是不是这个，就是很有可能是你去医院付钱结账的时候找钱的时候会遇到，这个实在太细致了。我个人是不相信这么细致的那个情况了，但是我看到了就直接跟你说，脑袋有出现这个画面就这样哦，所以他也有可能是在退钱找钱的时候会遇到了，已经缩小到这个范围里。但是我还是比较相信是在于你获得一笔比较大的金钱上的时候啦，会遇到。反正这个人很特别，他会在我不知道你会遇到一个服务你的人。好，就是这一个案子里，或者这一件事情服务你的人，或是跟你一起排队的人，是你的号码前后的人哦。我来仔细看一下这张，这个都出这里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一个顺序问题耶，这一个顺序问题，开始有一些杂的人出现了啦，但是这些人跟你的连接是没有的，就是说你在某一些不知道我银行的画面出现蛮多，就是旁边有很多服务的人，或者旁边有很多要领钱或什么的人哈，然后他们都跟你没有关系。他在那里的时候一个能量嘛，你看这个，好了，反正就是跟钱有关的一个场合遇到哈，我还蛮介意一个东西的，就这里哈，他这个。我刚说他这个要整个翻新啊，整理完之后他才跟你见面哈，因为后面这个已经有一点点讯号是你会在某个确定的点跟他见面。我再帮你结尾一下这个位置哈，他虽然要整理，但是要多久？还要多久？我们要等多久哈？这能量才会聚集起来，再往你这边来。虽然我们刚刚已经找到有一个新的破口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破口不稳定哈。虽然打开了有一点像是遥望的，它并没有把路通起来。有一点像是你们在两台公车上，然后两个公车是走相反的方向，然后你们都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然后公车突然交错了，你们有看到彼此，就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口而已，就只有这样子的一个连接而已。可是是不会有实质上的路连接起来，就只有这样而已。刚前面看到的，我觉得这里的整理完之后的再见面的能量才是稳的。我帮你看一下。还早，还是一样还早。如果我是意念上是用半年来说，我觉得至少9个月。我必须还每次都要提醒一下哈，它这个只是某一条线哈，某一条你的人生里某一条跟你有桃花的或是有恋情连结的某一条线的能量的一个故事线，而不是说你的人生里就只在等这一条线，没有哈。就是说这一条线呢，今天预测到了这一条线的这个哈。可能要在9个月之后，会在某一些其他情况上会遇到了，但也有可能要明年初。因为它这个1号牌出现在这里，我就觉得它整个要翻新，不是0号牌，它这里出现要翻新，你要整个年度都要翻新之后才遇到它，就这个东西处理太久了，然后如果我们不看这个了，我们只看这个牌，然后我又说是半年的单位的一半的话，我就觉得它可能就是要9个月，大概就这样，没有那么快。但是，对了，这个算是一个蛮特别的邂逅机会，然后选择2号牌的朋友，好，大致上有遇到这个了哈，希望你会觉得有趣了哈，因为这一期真的还蛮特别的哈，来给你一些正面的或是正念的一些期待了哈，希望你喜欢啊，好的，祝福你，谢谢你来听哦，来，接下来是选择3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也要怎么找到他哈，所以今天来帮你抓一下。你们两个的能量的连接跟一个空间各方面地点，我们来帮你捕捉看看讯号在哪。来，
9，知道的眼神是。整个情况其实是你这样向他走去，好，他在原地不动，他现在没有在移动任何方向，哈。他现在的情况，他还蛮喜欢他自己一个人的，他还蛮喜欢自己的生活各方面，他现在还蛮满意自己的，反而是你这边比较像是你在往他那边走，你现在的人生在走的路，譬如说你的工作要往哪里发展，然后是你有一些旅游计划要往哪里走，或是你的学业或什么你想去考什么学校或什么，你找你在你的选择好的路慢慢的走，好，它在某一个地方会出现。现在你们这个选的3号的能量是这样，哈，它会出现了，它会出现在你的路上，哈。1、2都是你会出现在他的路上，第3他会出现在你的路上，所以你要慢慢的走，慢慢的经营你自己，哦，你没办法等待，因为他会用一种随机的情况会出现，他没有，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有一个时间点，我来用1张牌来看看这个时间点如何好了。就是以你现在的位置，哦，再遇到他大概会有多遥远的距离，或是有可能也很快，哦，不知道。还没耶，他现在，他有点像是你现在某个现阶段的事情的末端啦，哦，就是你现在有可能，你现阶段的人生的阶段的末端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哦。这白话一点讲，就是说，你可能现在要升学，升学完了换到学校了，它才会出现。那如果你现在的工作来说，你可能要升职，换一个部门或升迁，换一个工作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如果是搬家或买房或什么的，就是你这个阶段你的计划要完成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哦，他现在好像不，他现在还不在你的现在这个生活情境里，他现在不在你的这个生活情境里。哦，来，再帮你看一下更多这个讯号，帮你捕捉一下它跟你的距离啦。我再帮你看一下跟你的距离。还是一样，我觉得他还是离你还蛮远的，真的还没有到，真的还没有到。他那边，他确实还是没有往你这边走了，他还是比较忠于自己现在的情况哈。而且他甚至还有可能会跟你走反方向哈，他还是有点可能在跟你走反方向，就是说。你是从东往西，你是从西往东走来，他在东边，你会遇到他，但是他们不知道他有些人生的方向，他也是跟你一样从西往东走，所以他走的比较慢。如果你一直笔直的这个方向往前走，速度不变，好，以他这种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的话，你总是会遇到他，可是就是比较慢，没那么快哈，没那么快。你们的能量连接目前是不一样的啦。只能说你们的内在有些东西是不是靠能量连接来拉紧的，而是就在同一条路。更简单的讲法是，你们在同一条路走同一个方向，可是他的步伐就是比较慢，然后你的脚程比较快，所以你总有一天会在他背后出现，然后甚至超越他的时候，然后会遇到这个人，会遇到这个人。不过2个人会。这个我先不能断定。我刚本来想讲说2个人，因为他没有回头，或是他没有看到你，这个就会变成一种错过。所以是我刚没有要做出来，是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也没有确定你们2个人相遇的情况跟那个能量的触碰的时候的情况是什么，因为我还没翻。好，我来帮你翻一下。虽然还有点远了，时间点等一下再翻，我先翻一下你们2个遇到的时候那个情况。能量的结合，或是环境，或是在哪里哈？先帮你看一下整个环境，整个环境的，这个好了。
不行，我再翻2张。我现在看到的是某一种会议，某一种开会，某一种跟事业有关的会议，它有点像是座谈会，它有点像是去上课那种场合，去听演讲可是都是跟金融、生活或方面，是对。他这个情况，你会在一些蛮着重于个人发展、个人表现、个人形象，就是他可能会在某那个场合很注重个人形象啦、个人魅力个人的企图心，所以他给我的讯号有很多是像是刚我就说了座谈会、研讨会，但是也有可能去上课或者是去看一些座谈讲过了。它也情况也有一点像是直销大会就是，但它不一定是直销了，它蛮像是你去听一个人演讲，下面有很多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来学习的他这不是在看表演，然后他这个是在会后会有很多的大家的互相交流、交换名片或者交换认识新朋友的一个场合。他这个不像是跟着朋友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你遇到他的情况会像是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是要来认识新朋友，或是认识新朋友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是你不得不去介绍你自己，去认识新朋友，展开你自己的生活圈，或是交际圈，或是人脉的一个场合。然后你会在那里遇到他，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现在2个人在走的事业的方向的路，或是性质是相同的，或是对于未来的某些展望，或是想学习的目标，其实是雷同的，所以你们才会在这一条路上，然后在这个聚会会遇到他。在这个聚会遇到。我看到的是蛮多人在整个这个场合里，大家都蛮着重自己的衣着啦，所以它不太像是你在外面餐厅或是你平常休闲生活的时候在哪里偶然遇到的。它这个场合大家的目的性很强，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共同学习的目标，所以才会比较想又再讲一次，听演讲、座谈会、参加某种大会，或是某种这边有新的讯号，有某种2个公司的交易、联谊，也有可能公司的联谊代表个人的形象的时候，会有展现个人的魅力跟实力他这个场合蛮需要你去推销自己、介绍自己的。刚说了交换名片嘛，那是最基本的，还有各种其他的会在这里遇到他。所以其实这个点看到的是，你跟他其实至少我觉得金钱观、事业方向感是蛮雷同的、蛮相近的啦所以这个方面可能就已经有所契合了。来时间点的话，时间点大概多久我先以半年为基准，加减减看，翻一张牌半年内就会左右就会有所发生的啦。然后到了 Six of Cups。好，你这个活动去参加或什么的，是会经由你的同事朋友介绍你去参加的，所以他这个或是反正他会因为某一个人去创办了这一件事情，然后你会有人去带领你去会带领你去，他不太像是你自己，你会从别人那边得到这一个参加这一个事情的讯息，不太像是你自己从手机上或者从网络上自己找到的然后它有讯号，你会跟你认识的人相伴去，好，又出现了它新的讯号是，你这个朋友跟他是共同朋友，所以去的时候他会帮你介绍他了，他这个人，所以你们会相遇所以这个靠第三者介绍这个人出现的几率还蛮高的。半年左右就会有大概类似这个情况发生。我再翻一张，我要确定一下。5它比较像是这个5、6不一定是半年，5、4它不一定是半年了我觉得它有点退了，它有点退到第12对了6、5。没有，因为它这个牌是这个5
钱币五，我觉得他被退了哦。一般来说，他可能会是问时间点的话，他是5是一半嘛，所以12个月的一半6个月。可是因为这一个，我觉得他要再往后推，他在6月底7哦，因为这个距离感跟往后推的讯号有出来，所以他会再推到6月底啊7个月的情况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聚会或者是个好。不过我刚刚看感觉有一个东西，我帮你翻一下，会有没有提早的可能？因为刚刚有一个感觉有这个提早的可能。好像没有，他这个就是按部就班啦，哦，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会让这一件事情提早发生，没有。好，今3号捕捉的讯号大概就只有这些。好像没有太多。我再看一下哈，好像少捕捉。我觉得好像这一题特别想要捕捉一下这一个人如何哈。这个人，我帮你看一下，这个人如何？我这一题特别有兴趣知道这个人如何。他是一个外在会用比较多理智的方式去表达的人，可是他心理情感面非常细致，然后他能够思考很多有关于人的情绪的问题，可是他外表上他不会，他把它隐藏起来，因为他知道他对情感上面的东西的感受力非常强大，然后他有可能会被情绪带着走，所以他一直在控制自己，在用更理性、更有判断力的方式去演绎他自己。有点像是他的外在的包装啦，这也代表说他经过了蛮多的深思熟虑跟反省之后整理出来的一个新的自己啦，或是一个用来生存的自己。所以你早期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比较理智的人，可是后来慢慢跟他相处的时候，相处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蛮多的情绪，也不是说蛮多的情绪。蛮多的共感，我刚才说改成蛮多的共感，因为情绪感比较就是说他的情绪很难控制，没有啦，他情绪还蛮好控制的，因为这个是女祭司牌啦。我必须说他对精神面、感性面、神秘主义面那些的悟性比较高哦，所以你跟他讲一些有关于这些跟五感比较远的东西，他都能够很快就能够理解，不要被他外在追求一些比较理智的东西所骗了。其实他很明确的可以理解这些比较缥缈的东西了。好，就捕捉到这里就好了。好，这就是选择3号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给你一些讯号，能帮助到你。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哦。来，接下来是选择4号的朋友好，今天的题目是我要怎么找到他在哪里找到他？来帮你看一下先帮你捕捉一下你2个人的能量的连结分布跟距离你们现在在附近呢？你们现在在附近做一些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情比较像是做一些服务型的事情，跟你工作没有关系就是有点像去帮助别人做一些服务性质的时候，你们两个会遇到蛮会遇到，像是一种额外的社团活动，或者额外的社团活动会遇到，然后彼此会因为彼此也热衷于这一种事情对于善良的事情做义工的事情去服务型的事情，就是你会用你额外的时间去做的服务的事情，假日或什么的时候会遇到距离很近，我再帮你看一下到底所谓的近是，你们距离很近你们距离很近是说你们在同一个生活圈、工作圈都有可能然后也有可能是朋友的介绍或什么的，但是我必须说，你们2个对彼此的好感度还没有进入到恋爱那个方向，都还比较像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现在关系上可能像是朋友啦，或是只是伙伴而已，他并没有到伴侣这个程度，没有出现。现在关系是比较还没在进阶
就是确定是你们已经是认识的人了，你们已经是认识的人了，可是，在心里的那一个位置还没有变成是恋爱的那一个位置。那我再帮你确定一下，两个人对彼此的好感程度的发展是到了什么样子的阶段？还是只是初步认识？好，没有感受到。每个人的好感程度确实还是只是维持在还是维持在就是那个关系啦，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关系，两个一起工作的伙伴或什么，还没有发展到那里。没有。所以你现在只能看到说你是已经认识，所以他现在是你认识的人。他这里给的讯号确实是一个情感的东西丢在你们两个的关系里面沉在非常底下。他没有出现那个破口或是那个起异点，让你们两个突然有恋爱的感受里面出现。也就是说，而这边有一些小小的误会，你好像把彼此当成是蛮可以聊的朋友，可是好像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其实是很适合自己的。可能是因为遇到的说是用一种工作或是做事情的时候伙伴的概念已经先进去定义了，所以很难去立刻转换成那里，而且还会有一点小尴尬。好，那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再帮你捕捉一下，对方是否如我刚刚说的一样，只是朋友关系的一个存在，对方也没有意识到，或是对方只是隐藏起来了呢？延续出来没有，他没有意识到隐藏，还是隐藏起来，还在存在于朋友的关系里没有，都没有。再一张没有，所以好事是你们已经遇到，但是那一个恋爱的情愫各方面都没有出来，没有。但是如果塔罗牌是选的这个人在你附近的话，只能说故事的发展现在只有到这里啦。那时间上的话，我问他啦以这个关系来说，他到底还要维持多久啊？都没有任何突破的机会吗？问了2个问题，我先问第一个问题。真的没有还在刚开始，不能急，还在刚开始还在这个群体里还在这个群体里发展，都还在刚开始，不能急。这边，教宗牌出来了，就是在告诉你说，现在这个关系的稳定跟各方面都是因为是朋友的关系，跟同侪的关系，还有一整个是团体的关系，才维持了你们这个关系的稳定。然后愚人牌在第2牌，就是说这关系其实都还在初期，最多就走到2，都还在初期，还在看，而且甚至都还没有看到，连那个分水岭都还没有过去。分水岭是出现了，已经知道说要走到哪一个边界，两关系会突破，但是只是出现了，并没有往前走一样。那还没因为以权杖皇后来说这个能量的连接都还没有出现，它还在原地温温的等待一个连接的机会，还没。然后死神牌出来了，就表示说还没转换，还在等。它其中还有一些东西在渴望，在观望，还在看，还在等，它没有跨越，因为。死神牌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跨越跟重生嘛，可是它前面没有那个启动力，没有那个动机，所以死神牌在这边变成是一道墙，一个边界，然后又因为配合了权杖2的关系，它也是一个分水岭，一个边界的关系，所以它就双重的定义了这一个边界有出现，但是没有跨越你们还在这个团体里，还没有感情上就还没有跨越，所以先享受一下你身边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比较像是说，你先好好的跟你现在身边的人相处啦。就是说，如果你工作以外你有别的活动的话，那个人就在那个活动里，但是那个活动会更倾向于一种服务的性质
服务的性质，公益的性质也有，就公益的性质比较多。可是这个比较多服务的性质啊，帮忙的性质哈，就是如果你最近有做一些事情是不计酬的，酬劳的酬，去帮忙，只是想要去帮忙，乐于帮忙，去享受生活，想要乐于帮助别人的话，他就在那个团体、那个群体里面哈，所以你们的关系现在是维持在这里，还没有往前进展。好，再帮你问一次哈，半年内这关系会有机会进展吗？半年内。我们看一下这个加加减减的讯号。没有，还在整理，没有，这更笃定了，没有，半年内没有。那还要多久啊？有时候问多久，他不一定有答案，他有时候只是告诉你说还在整理，还在等，还没有故事线都还没发展完，没有很明确的讯号，就是没有。还要多久啊？这样。不止等啦，他这边就是说等啦哈，就是说他这个意思是说他没有确定要你等多久，但先等。告诉讯号是真的比较像是都在整理。还在发展中，现在还不适合问要多久这个题目哦，他就是要等一个能量的回复，等一个能量的整理，而且它有可能是对方有一种心情上的能量的，就我只能说给你这个提示，对方也有可能刚结束一段恋情，他现在内在也在整理，也在恢复，也在疗愈，所以他心情是没有准备好的，所以能量并没有要给你任何时机，或是要把你推进给他。现在整个能量的结合比较像是说已经做到最好了，就是让你跟他已经在同一个地方认识了、相处，已经认识这个人，这是他现在仅能做到的一个状况哈，仅此于此了。还在观望，还在看。目前看到是这样。不过比前三组来说，这组算是比较 lucky 啦。这个人你已经遇到了，前三组都是没有的，还在很遥远的地方哈。也甚至前三组确实是还需要用找的，但现在只差在你们两个要意识到彼此是这个人，还需要一段距离哦。不过可以提醒一下啦，当星星牌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通常星星牌出来之后，我会比较提醒你说，你可以平常冥想的时候，仔细的去思考你想要什么样子的人，显化什么样子的人给你。但是4号牌是已经出现的话，我觉得星星牌给的应该就是说，还需要等待啦，还很遥远啦哈。曙光或是那个星已经出现了，你已经看到了，但是它并没有给你确定，就说天上可能你一张开眼往天空抬头一看，发现好多星星，可是突然有一个亮了，它亮了一下之后，可是你眨个眼，你要再寻找刚刚亮那一颗星，你找不到，但是你印象中知道有颗星亮了一下，大概是这个感觉。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你是遇到了，但是你不确定是谁，但是你有感觉到了。好，今天你来看牌，就是在告诉你说，你会感觉到，你有感觉到，可是宇宙没有要你现在认识它。也就表示说，好事情要再等等，好事情的形成，好事情的凝聚，还需要花一点时间等等，所以需要你有点耐心哈。我再次提醒，他并没有说哪个时间点。我刚问半年，他没有答案，然后只是现在还没有在整理这个答案，就是没有需要问时间点这个问题了，没有。好，4号牌就这样哈。总之呢，一样，你最近好好的去。不过这边还有一个新的提醒哦，它甚至有可能是如果你还没有去做一些服务型的工作，一些公益的工作、公益的服务项目，捐钱也可以啦。还没有做，你可以去做，然后打开这一条路，打开这一个空间哈。但是如果已经有了，那可能都是在那个附近会认识，或是已经认识了都有可能。好，这就是选择4号牌的朋友哈，希望有帮到你跟一些正念的想象哈，然后再期待一下吧哈，祝福你哦，谢谢你来听。